澳大利亚的 MQ-28A 无人机有着怎样的特性？其与美国 MQ-25A 无人机有何联系？中国将如何应对？近日有消息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主持了在昆土兰州安伯利皇家空军基地的命名仪式，正式宣布了澳大利亚一款喷射无人机代号和名称。据悉，这款喷射无人机对于澳大利亚空军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这架无人机是澳大利亚50多年来第一架自行研发与生产的军用战机，因此这也是澳大利亚航空工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此外，对于这架意义深远的无人机，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将其正式命名为 MQ-28A， 代号幽灵蝙蝠，将作为澳大利亚空军的中程僚机。值得一提的是，虽说这一款 MQ-28A 无人机是澳大利亚自主研发的飞机，但是却也有美国波音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援与合作，主要是由美国波音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特别设立的空中力量编队系统来经营中程僚机的研制计划，也就是现在名为 MQ-28A 的研发工作。此外，波音公司代表福格森说， MQ-28A 无人机有着35架澳洲供应商组成的行业团队，因此这架飞机绝对是澳大利亚的。对于为何将其命名为幽灵蝙蝠，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由于幽灵蝙蝠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哺乳动物，但是与其他蝙蝠独来独往不同，幽灵蝙蝠则以群体合作进行探测和狩猎而著称，这正好能够代表中程僚机的角色。因为中程僚机通过感测和情报、监视和侦察所获得的信息立即分享给其他飞机与有人战机，因此将其命名为幽灵蝙蝠是个非常恰当的名字。那么澳大利亚此次研制出的 MQ-28A 无人机有怎样的特性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对于澳大利亚此次推出的 MQ-28A 无人机，从研制之初就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当时早在2020年，波音公司就通过宣传让全世界知道它和澳大利亚联合正式开发一种轻型战斗无人机。据当时信息的透露，这种无人机是由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动力，能够与载人飞机一起工作。它在当时甚至被称为波音空中力量编队系统，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生产的第一架军用战斗机。根据最新消息透露， MQ-28A 无人机仍在进行测试，将在2022年剩余时间内。工程师的主要工作将集中在传感器和任务能力上。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21年11月，波音公司就在测试计划中引入了第二架无人机，以扩展和加速能力。据悉，澳大利亚这款 MQ-28A 无人机长11.7米，航程超过3700公里，其机体采用了数字工程技术，并使用复合材料制造，这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大幅度提高制造速度，同时还能有效控制无人机成本。此外，澳大利亚的这架 MQ-28A 无人机可与有人战机搭配实施情报搜索、战术侦察、空中预警等任务，且使用范围极其广泛，适配能力较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监视和侦察，但是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进行电子战。值得一提的是，据悉澳大利亚的 MQ-28A 无人机与美国的 MQ-25A 是同一批次产品，但是美国的 MQ-25A 无人机研制的时间要稍早点，然后波音公司将 MQ-25A 无人机的研制团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美国继续试飞 MQ-25A 无人机，另一部分则要去帮助澳大利亚研制 MQ-28A 无人机。据悉，美国的 MQ-25A 无人加油机可以在航母起降，携带近7吨航空燃油，在距离航母大约800公里的空域，为 F-35C、F-18 超级大黄蜂等美军主力舰载战机提供空中加油，这样就能延长美军舰载机的航程，确保美航母舰队能够在中国东风21D、东风26的射程之外，对中国发起进攻。据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会令人存疑，再加上航母有多重防御系统，还存在着多种未知因素，所以美国在面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所带来的重大威胁时，可以借助 MQ-25A 无人加油机，就可以使美国航母躲在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武器的范围之外，因此可以避免受到攻击。此前，美国的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首度登上航母，并在布希号上展开测试。此外，美国为了适配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特意改造了4艘航母，以此来满足 MQ-25A 无人加油机的需要。而布希号航母是其中第1艘。
此外，据分显示指出，美国在有了 MQ-25A 无人加油机后，将会使中国所谓航母杀手的反舰弹道导弹形同虚设，促使美国航母可以采取大幅后退的方式来躲避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攻击。因此，美国 MQ-25A 无人加油机就是为了这样被设计出来的，完全是为了针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武器专门研发的，也将成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武器的克星。对于美国航母的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美国在 MQ-25A 无人加油机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将对中国形成威慑，这就使澳大利亚对于自己的 MQ-28A 无人机充满了信心，并且也十分相信美国波音公司高超的无人机研制技术。因此，澳大利亚对这一项目的研制也是寄予厚望。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在看到美国 MQ-25A 无人加油机取得巨大进展后，澳大利亚就选择继续加大对 MQ-28A 无人机的投入。在2021年3月2号，澳大利亚决定增购3架 MQ-28A 无人机，这就使该无人机的原型机数量由3架提高到6架。这6架原型机的总成本约1.15亿美元。此外，据悉，澳大利亚新一批3架 MQ-28A 无人机不仅会进一步完善飞机的人工智能系统，还要对有效载荷进行测试，为实现美国波音公司空中力量联合系统新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澳大利亚 MQ-28A 无人机在有了美国波音公司超强技术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如此快的进展。这也使澳大利亚在 MQ-28A 无人机的发展上与美国 MQ-25A 无人机的发展上基本保持了同步，预计将在2025年前后就会大规模投入使用。澳大利亚之所以想要尽快研制出 MQ-28A 无人机，这也是因为其想要用来对付中国。此前也一直对中国进行挑衅，以中国为假想敌，因此其想要借着此中程僚机与战斗机配合，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并且在有了 MQ-28A 无人机这一中程僚机后，在战时一旦战斗机遭遇敌方空中战斗机或是防空导弹的拦截时，就可以利用 MQ-28A 无人机的掩护实现自身撤退，让 MQ-28A 无人机替战机抵挡来袭的空和防空导弹，从而提升战机自身的战场生存能力。因此，以战机加中程僚机的作战形式也将会广泛应用，并且也将会有更加多种的作战形式。这对于澳大利亚空军来说确实是不错的成就，也将在空中作战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不过，对于澳大利亚的针对，中国还是要多加警惕，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方法，可以予以积极应对。中国也可以运用自己的中程僚机对此进行反制，以便可以借着在空中的优势对其形成巨大的压制，以此来占据更大的空中优势。